2017年1月4日，锦绣未央原著被诉抄袭一案在北京立案。锦绣未央开播以来备受热议，剧中第一反派李长如身为尚书庶女，为掌握权势不择手段。李长如最擅长借刀杀人，但最终害人害己，悲剧收场。借刀杀人看似容易，实则错综复杂。就拿《甄嬛传》来说，一群看似柔弱的后宫女子也能明枪暗箭借刀杀人。36计中的借刀杀人，杀人无形，却招招见血。皇后借纯元布衣撕裂甄嬛的爱情，王熙凤用女人的嫉妒逼死了尤二姐。同样的计谋，不同的敌人，他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甄嬛兵法。我们今天给大伙讲这个甄嬛兵法呀，说到36计里头非常重要的一计，也是用处很大的，叫借刀杀人。这借刀杀人呢，咱实求是说，就甭管36计如何花样百出，《甄嬛传》里边宫斗怎么精彩纷呈，这些用计呀，都不是人间正道。可能主人公呢，事到临头，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但从计谋本身来讲，都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咱说借刀杀人，这里头有3种势力，一个是要杀人这个人，一个是挨杀那人，还有一个是那刀，3样。那么《甄嬛传》里边呢，还真就是展示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的一个大全。就这3种势力在里边如何起起落落呀，都展示的挺明确。咱们今天呢，借《甄嬛传》呢，给大伙说说借刀杀人的3种境界是什么。说这3种境界怎么分呢？因为要杀人的人和挨杀呢，和这刀，他可不都在明面上。有的是呢，要杀人这人躲在暗处，有的是被杀的人在暗处，有的是呢刀在暗处，也有这3者都在明处的。咱们一样样给大伙说。咱先说头一个，就是想杀人这位，他在暗处，那个刀和被杀的人在明处。你闭着眼睛一琢磨，这就是暗处那位使手腕的，借那刀和杀那人在明处，等于俩傻子让他糊了。这《甄嬛传》里有没有这个呢？特别明显，就是皇后怎么算计甄嬛的。因为一开始呢，说白了，甄嬛嘛是跟皇后站在一处的。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共同对付华妃。这华妃恨不得把这眼睛都瞟到后脑勺那儿去。一大早的给皇后请安，又说了这会子话，还真是乏了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皇后跟他对着干，打着打着呢，这华妃家里失势了，皇上也不待见他，就等于这股势力没了。你知道这皇后啊，心里头老难受了。你别看他把他扳倒了，这好斗的人呢，不怕对手强大，怕没对手。就跟打麻将的人啊，一天2天不玩他难受，没人跟你玩3缺1怎么办？所以这皇后一看华妃倒了，她立马得给自己找个对手。找谁呢？甄嬛这时候跟皇上这小感情紧着升温。皇上从外边进，哎呦，天挺冷啊，嬛嬛你手冷不冷啊？给皇后恨的，哎呀，直咬牙。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我人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谢皇上。意思你当我面啊，你俩秀恩爱呢这个。所以皇后很快拿甄嬛当对手，这时候他就用上了借刀杀人。而他借这把刀呢，说白了还不是活人，还是个死人。谁？纯元皇后。纯元皇后呢是雍正以前的老婆，死了。说雍正宠甄嬛有点原因在哪儿呢？甄嬛长得像死去的纯元皇后，勾起了雍正啊思念亡妻的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赶上一个机会。什么机会？这不甄嬛得宠吗？甄嬛原来啊是嫔，婉嫔。要不就一说这嫔呢，很多人都理解不上去。因为大清呢，我前面说了几个档次，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
贵人答应常在。八等，这嫔女字哥哥宾客的宾。眼下妃位只有端妃、静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这开始呢，她是婉嫔，后来这皇上宠爱她呢，由嫔再上一等，就是妃，妃子的妃，就封为婉妃。这封婉妃呢，她得有个册封礼呀，你就选个好日子，晋封婉嫔为妃吧。册封礼呢，那甄嬛那肯定得是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到皇上跟前啊，高呼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贱妾如何如何。结果这皇后呢，打发人坏她，把她准备册封礼那衣服给弄坏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来，打开看看，好生的精致啊！哎呀，册封用的吉服形同御赐，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那弄坏了不能穿了，穿是大不敬啊！怎么办？说借吧，从内务府借身衣服。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你说，前2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缝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质，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结果在皇后指使下呢，内务府借给她一身原来纯元皇后穿过的衣服。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你要穿上这么身衣服，皇上坐在帘笼后头，这甄嬛啊1步3摇的穿着衣服就过来了。甄嬛不知道这衣服是纯元皇后的，她进宫年头短，而这纯元皇后又死了挺长时间了，所以这个雍正皇帝隔着帘笼一看呢，傻了，那这不就是我那爱妻纯元皇后吗？婉婉，就甚至精神恍惚，哎呀呀，来劲儿了。可是帘笼一挑一看是甄嬛，可把他气坏了。怎么是你？臣妾参见皇上。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放肆！你干嘛呀？这册封大典你跟我玩这个？你跟我玩真人秀啊？穿越？所以皇上很是愤怒，而这一愤怒不光是对甄嬛生气，甄嬛自己也明白了，哦，皇上对我所谓的热情，对我的宠爱，不过是对亡妻的思念，他不是真喜欢我。所以这一下子甄嬛对皇上心也凉透了。在皇上心目中，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这后来怎么又跟果郡王这个那个这个甄嬛伤透心，从这开始的。所以这时候皇后她躲在暗处，甄嬛在明处，借这把刀，纯元皇后其实也得说在明处，在哪个明处？那个明，冥界的冥，死人了吗？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说白了，他借这个来收拾甄嬛，所以这一计很是刁毒。皇上对甄嬛降温了，甄嬛对皇上死心了。就说一部《甄嬛传》，要说在感情世界里最大转折，恐怕是跟皇后这借刀杀人造成的感情转折有直接关系。所以这就是我说借刀杀人的第一种境界，就是这个人躲在暗处，那个刀和那个人在明处。这一计很毒，但是没啥技术含量。为啥呢？那他俩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要干嘛。说白了，你这等于利用信息不对称，不是英雄好汉所为。所以每当用这种境界的借刀杀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太过歹毒刁毒，这个人不行，太阴。这不是多有智慧，而是你太阴险。你看凡是这样的人，基本在小说戏剧里头都属于大家骂的人，像这皇后这样的。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奴才在。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6宫，朕与他死生不复相见。你看《红楼梦》里头也有这么一位王熙凤，王熙凤她老公呢贾琏贾二爷在外头呢爱上了尤二姐，但害怕自个儿老婆，就在外头呢立座楼红楼里头养着尤二姐尤三姐姐俩。结果这事王熙凤知道了，他们说二爷在外面找了其他人来哄我。你看他毒到什么程度呢？装好人，哎呀，男子汉3妻4妾很正常啊，
夫君你不用躲着藏着，我看那尤二姐，我见尤莲，何况老奴长得真漂亮，我都喜欢的，巧舌如簧。贾琏很高兴啊，哎呦，我媳妇这么宽宏大量的，他很高兴。所以这王熙凤做主呢，把尤二姐接到大观园里边，接到老贾去了，都安顿好，安顿在自己眼皮底。等回明了，接下来他可要使借刀杀人了。说白了，你在我手心由不得你了。他这个贾琏有个小妾，也是原来丫鬟秋桐。这秋桐啊，二傻子一个，基本就给王熙凤当枪使的。说白了就是借那刀，还不知道这刀什么样。一长跟秋桐，哎呀，我这受委屈了，这尤二姐天天争你宠啊，他这个挑拨。妹妹，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我就是恨那个娼妇，偏什么都生在我头里。哎呦，妹妹可千万低声。她如今可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上的人，连我都要让她3分。妹妹若是硬碰她，岂不是自寻死呢？然后这秋桐呢，就对尤二姐冷嘲热讽，讽刺打击。你这个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你敢来要我的强？告诉你，姑奶奶可不是吃素的。最后把尤二姐逼得都没活路了，最后吞金自尽死了。尤二姐也不知生惊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王熙凤在那还装好人呢，就说这里头秋桐跟尤二姐这2位都在明处，王熙凤躲在暗处操盘。所以咱们有很多朋友看《红楼梦》啊，你看王熙凤第一次出场，这林妹妹到贾府来，王熙凤出来，哎呦，天底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这一句话捧多少人？捧林黛玉不说，捧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4位是老祖宗亲孙女，意思老祖宗亲孙女那正统啊，漂亮啊。这你看，虽然说这很有心眼儿，大伙觉得挺喜庆，而且王熙凤很精明，不讨厌。可是自从你看了这个他逼死尤二姐这段，你对王熙凤恨上了。为什么说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王熙凤这下场不同情她，这女人活该。很多就从这时候开始就太阴，所以这一季呢，这种境界没太多技术含量，太阴。那么借刀杀人第2种境界和这不一样了，就是呢，你要对付那人，他也在暗处，你自己也在暗处，只有那刀在明处。说白了，那刀是傻子，他在明处，你怎么玩怎么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好比啊，俩人下棋，那棋子儿你是炮2平5，马2进3，车9平8，随你便摆了，这是那刀。可是2个下棋的人呢，可在明处，你走哪一步我知道，我走哪一步你知道，我怎么能够先看有多少步把你弄死？所以好比对弈，俩人都在明处，这刀随便摆了，他在暗处。但可怜就可怜在这刀，这刀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下场最惨的。谁呢？《甄嬛传》里有，《甄嬛传》里边呢，咱都知道到后来啊，这皇后啊，这什么的跟甄嬛呐、对立啊，这中间有个挺重要的人物，叫祺贵人。祺贵人搁现在话说呢，算胸大无脑，这么个主，脸蛋挺漂亮，但是脑筋比较差，还好耍个小脾气。他在中间呢，他想害甄嬛啊，怎么害呢？反正只要甄嬛跟皇上一唠嗑，他那边哎呀头痛脑热不行了，要死了，皇上得看我。皇上，祺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他搅和你，甚至呢，在这个轿抬甄嬛的路上呢，得放鹅卵石，巴不得你摔跟头，甄嬛就流产。落轿！快，落轿！娘娘恕罪呀！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其实这祺贵人呢，就是给人当枪使，所以你看这时候甄嬛怎么处理的呢？他知道你就给人当枪使、当刀使，你自己还不知道。好，别人能借你这把刀害我，我为什么不能借你这把刀反过来害人呢？所以甄嬛对祺贵人态度不是说我弄死你拉倒，我得用你。所以你看，给这个祺贵人啊，弄些个美粥之类的啊，对皇上表示我也吃醋了。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
他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失可爱。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而且经常教育他，让太后看看。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太后也知道了，我是个很正派的人，包括呢，他把齐国人伤害过的这些妃子都拢到自个儿身边，形成个统一战线来对付他。所以你看到最后成什么样呢？这齐国人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皇后赶紧跟他撇清了。最后齐国人下场什么？乱棍打死，葬在乱葬岗上。拉去乱葬岗埋了，别让皇上知道。这下场很悲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段宫斗戏呢，就有一种看两个武林高手，尤其下棋的高手在这运筹帷幄，运子先子弑杀，琢磨这盘棋咋下。可怜的就是当刀的棋子，他可怜了。所以这是借刀杀人的第二种境界，暗功夫来回磨，就是你能看出一些精彩的步来。所以在看到这儿呢，很多人就觉得你要如果是反面人物用这个计讨厌，但正面人物用这计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有心眼，精彩。所以这时候甄嬛的心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挺明显。那么这个呢，还不是借刀杀人的最高境界。借刀杀人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以及刀全在别处。说白了，我知道你要害我，哎，我也知道你知道我要害你。那刀说你们俩无非想让我害他，你想让我害他。说白了，明账，一揭两瞪眼，看得清清楚楚。那这里头呢，谁跟谁呢？咱就说皇后、甄嬛和安陵容，这仨就这关系。你看皇后呢，拉拢安陵容害甄嬛，这边甄嬛是什么呢？她不是说一个劲儿的死扛安陵容和皇后，她干嘛？她当皇上面说安陵容好话。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果然是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把安陵容位置抬起来，干嘛呢？用来制衡皇后，就你俩也有矛盾，我反过来借助你在这。而安陵容知不知道？安陵容明镜知道。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皇后利用我害甄嬛，甄嬛也想利用我制衡皇后。那好，那我就这边跟着皇后害甄嬛，那头实不当把皇后的一些核心信息透露给甄嬛。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姐姐万事多加小心。说白了，双面间谍，就他在夹缝当中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从小县城上来的这么一个，开始才是答应的，后来居然也到了妃子地位。你看，就是这个刀也有刀的生存之道。所以你看这三个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我们说《甄嬛传》这水可够深的了，主要是体现在这一计上。就三位都在明处，都明章了，你说吧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涉及到中国人常说的阴谋阳谋。我们说借刀杀人前两种境界都是阴谋，第三种境界是阳谋。有人说阴谋阳谋不都是计谋吗？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阴谋是什么呀？就是我的真实意图和表面意图不一致，这叫阴谋。比方说美人计，我送给你个美人，表面是啥呢？我想讨好你，投其所好，我巴结你。暗地里是什么呢？这个美人给你下迷魂汤，她是我的卧底，就好比西施送到吴王夫差呢，这叫阴谋，就是表面意图和真实意图不一样。阳谋是什么？表面意图真实目的一样，这叫阳谋。你比方说杀鸡给猴看，这叫阳谋。我杀鸡就是给猴看的，怎么着吧？你要不动我就弄死你。哎，杀鸡给猴看，这叫阳谋。表面意图、真实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皇后、安陵容、甄嬛这三个人，他们所有的意图是搁到明面上的，就看谁高明，就看谁有办法把皇上笼络住。所以这是借刀杀人的一种最高境界。但是咱们今天实事求是说，我对《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呢有一些看法，就是它太过赤裸裸的把这些计谋阴谋搁到面上。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就琢磨，本来跟同事关系挺好，跟闺蜜关系挺好，一看《甄嬛传》看完了，哎呀，他对号入座，那谁是不安陵容啊？那谁是不皇后啊？那谁是不那谁呀？那谁产生无限联想。
看谁都琢磨。那天她让我陪她买包去，那天她跟我说她男朋友想请我吃饭，这是不是有事儿啊？把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事扩大化，所以《甄嬛传》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我认为这是这个电视剧啊稍微有点不对的地方。可是呢，他把这些借刀杀人的计谋展示出来，没坏处。为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有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知道了这些办法，那好，我在单位里头不要让人拿我当枪使，我不要成为借刀那刀。但是第一，咱不是借刀那刀，咱也不是要害人那个人，但是咱也不能成为被人害的人呢。所以看《甄嬛传》的好处就是呢，多学点18般武艺防身。咱不是要害人，说白了我得防备别人害我，这可能是《甄嬛传》36季啊它的一些积极意义。所以我也希望电视前观众朋友看《甄嬛传》的时候多想想这些事儿。就咱们不做那害人者，可是也别轻易让人害了。你了解这个计谋，你才能知道怎么防御。就正如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才能知道怎么防御航空母舰的打击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看《甄嬛传》呢，可以说呀，还挺长能耐。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伙儿说的是啊，甄嬛兵法，就说我们从《甄嬛传》里边看出很多兵法谋略来，说的是宫斗戏。说甄嬛这里头用的诸多计谋里面，用的最多的是什么计谋？离间计。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离间计。离间计很简单，说白了就我当你面啊，说他对你不好，我当他面呢，说你对他不好，就说白给你俩下药，让你俩呀不对付，你争我夺，然后我在当间呢渔翁得利，这叫离间计。其实离间计是非常简单的计谋，可是他在《甄嬛传》里是使用率最高的计谋，而且是成功率最高的计谋，基本上使一回成一回，使一回成一回。那这离间计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发现呢，咱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多了去了，挑拨离间的小人有的是。我以前节目里说过，就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可这句话你看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落到你身上不见得。有人过来跟你说谁谁背后怎么你的，我得整死他。他转过头他说那人跟你说怎么地都一样的话，这火就拱起来了。就离间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使用率极高，成功率极高。那么我们今天分析一下甄嬛里的离间计，咱琢磨琢磨怎么在现实当中不被这些计谋所蛊惑。那么离间计呢，它是利用的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利用你们两人之间呢可能有那么一点苗头有不合的，他给你放大就成功了。离间计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叫顺水推舟，另外一种叫投其所好。咱们一个个给大伙说什么叫做顺水推舟。就是原来你俩就有缝，就关系就不咋地，经他这么一搅和，把这缝给扩大了，这叫顺水推舟。说甄嬛里有这吗？有。我举个例子啊，说最早的时候宫里谁受宠呢？要是走了，华妃最受宠。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矫情，愈发小性子了。皇上有。可是虽然他受宠，雍正皇帝防着他。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有。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为什么呢？他哥哥势力大。你说你这宫里宫外，外头你哥哥说了算，后宫你说了算，这皇家就容易被架空。尤其防着的体验在哪儿呢？不能让你怀孕生皇子。皇上那么喜欢孩子，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她不会有孩子的。为啥？你华妃要是怀孕生了皇子，你这么琢磨去吧，如果这皇子将来当了皇上了，那极容易外戚专权。说白了，你大舅那厉害，那他们老年家整个就权倾朝野，很难对付。说如果你没当皇上呢，你肯定想当皇上，就会有储君之争。我立谁当太子，你准保跟他争，你就是得帮他。
所以这是隐患。所以雍正皇帝不白给，他想明白这事儿啊，我呀不能让华妃怀孕。你说你怀了，我让端妃送过一副药去，给打胎了。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那碗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2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后边又整什么这个麝香当啥，就不让你怀上孕。哎，赶上这么一天呢，宫里有位贵人，富察贵人怀了孕了。有人说这富察贵人这什么姓？满族8大姓，哎，从官索马贺富郎达，这个富就指富察氏。哎，这富察贵人怀了孕了，怀了孕了呢，显摆呀，我这怀上了怎么着？这是，哎，这时候有个曹贵人，这个曹贵人呢，在宫里头啊是3派之一，宫里其实就3派，皇后一派，华妃一派，甄嬛一派。这曹贵人呢还是华妃那一派的。这曹贵人呢就忍不住嘴欠呢，说2句。他有个女儿，说白了给皇上生个公主，他就说：“你看人富察贵人跟皇上也没怎么着啊，但人就怀上了。”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妹妹所成的语录自然也最多。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眼下富察贵人有了孕，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妹妹，你得了空，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他说白了，嘴欠，痛快嘴儿，讽刺一下甄嬛。可这时候甄嬛用这一招，顺水推舟的就把曹贵人跟华妃之间离间了。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望娘娘恕罪。什么呀？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成语录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儿来讥讽娘娘吗？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成语录最多。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华妃一听脸撂下来，嘿嘿，跟皇上有孩子这事儿啊，得看上天缘分。老天爷要送给我个皇子，那推都推不开。可是老天爷非要给我个闺女，我宁可不要。你听听这话多狠，讽刺谁？讽刺曹贵人。也是你不要以为你有个孩子，你那个丫头片子不顶事儿的，你将来当不了皇子的，这是。所以华妃这话就说明心里头已经中了这个甄嬛的离间计了。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离间计。说为什么他这离间计能成功？他俩一伙的，到后来越来越疏远，就是他俩人之间本来就有嫌隙，甄嬛把他给放大了。娘娘坐会儿吧，来回走的也累了。叫你来了半日，一句话都没有。哭就知道哭，你带他来做什么？娘娘您息怒，公主她是病了，离不开臣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倒没了主意了。因为曹贵人有个公主啊，就觉得自个儿肚子争气，给皇上留后了，经常沾沾自喜，表达出自己这志得意满的劲儿。华妃没孩子，你这不手搓人说短话吗？咱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有俩女孩，一个挺漂亮，另一个长相一般，你在她那面说这大明星多漂亮，我还这么得整容，她能恨死你。所以本来这心里就不舒。你看有的闺蜜挺好，不是那么回事儿，中间有一件，所以最容易受人挑拨离间。就他原来就有这缝给放大了，所以这甄嬛很聪明的，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俩人就会弄得关系很差很差。放肆！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差这一回吗？贱人！贱人！你竟敢出卖本宫！你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又是谁千方百计的讨好本宫，枉费本宫如此信任你？
大家都听到。那么其实这样的顺水推舟的这个事儿，曹贵人在这个历史掌故里多了去了。咱都知道，大明末年呢，有位了不起将领叫袁崇焕，臣借皇上龙威，近5年全了克复。本来是大明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可后来居然让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给剐了。大汉奸袁崇焕私通敌国，议和不成，反引狼入室，危及京都。今皇上圣明，为国除奸，折杀奸贼。53刻已到，行刑。这有名的惨，为啥？说崇祯皇帝怎么这么不聪明，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那时候皇太极这满清啊就要打进山海关，袁崇焕呢带兵在辽东抗敌，双方在蓟城这儿相持不下。袁崇焕很会打仗，皇太极的兵进不来。皇太极一琢磨，算了吧，我攻不进你这儿，派小股部队啊绕开他，就到北京城附近。其实没有多大威胁，就小股的骚扰战。我打来了，来了。兵部接报，昨晚上清兵绕过山海关，已突破大安口，大安口守军投降清军，清军已直向遵化奔来。袁崇焕呢，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官已率部西征，把崇祯吓坏了。这兵临城下了，一看真正能抵挡清兵的也只有袁崇焕了，赶紧打分。800里加急，哗哗快马过去找袁崇焕，你赶紧回来护京城，人家来打咱们老巢来了。袁崇焕说这不行啊，我感觉他那没那么大兵力过去，我这要回去，一拔营一去再往回走，他那头大兵过来，不光把蓟城夺了，顺势南下，咱挡不住啊！不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主要这样，我把这蓟城之围解了，把皇太极逼退了，回头我才能固京城。就这么，他到底呢？皇太极扛不住了，退兵了。袁崇焕带兵回来到北京城，把皇太极的小股部队给打跑了，这才完事儿了。可这一来了，坏了。皇太极根本目的不是为拿北京城，他那小股部队拿不下北京城，他目的就是离间皇上跟袁崇焕。皇上，见见袁崇焕吧，怎么说都是袁崇焕来了以后才把皇太极给轰走了，而且袁大人早就布设下防线，保住了京都4州城邑及皇陵，并截下了清军掠夺的无数财物，袁崇焕还是功不可没呀！你让朕给他姗姗来迟的袁崇焕封官加爵吗？不，皇上。接着他又派好几股人呢到北京城里散布谣言。袁崇焕投降清军了，他不救大明朝了呀！他和清军达成了投降协议呀！他要当卖国贼，该杀呀！你看看这包藏祸心，崇祯皇帝可上了心了，借这机会把袁崇焕招回来，后来诬陷他，把他投了大狱，凌迟处死。后来金庸不写本书《碧血剑》吗？那里头第一主人公袁承志就袁崇焕儿子。后来想找皇帝报仇嘛，后来我们都知道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临死前一剑把这个公主的胳膊砍下来了，这砍出个一代大侠独臂神尼来。这金庸小说里写的，就他这个皇太极这个离间计为什么能成功？因为袁崇焕原来和皇上之间就有隔阂。什么隔阂呢？这个袁崇焕很耿直，经常搞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给人感觉根本不拿皇上当回事。崇祯也是，我是老大呀，你不拿我当回事，说白了心里记恨他很长时间了。顺水推舟，把这个缝隙弄大，他就把这个袁崇焕给杀了。所以我说顺水推舟的离间计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原来双方就不怎么样，你正好借缝下区，这儿说一嘴那说一嘴，是最没含量的离间计。那么说有含量的离间计是什么呢？我前面说的第二个叫投其所好。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这个投其所好可不一般，你得知道他好什么。有时候他好什么你还外表没有，你得研究他心里头去，他的潜意识。所以这投其所好进行离间，技术含量很高。甄嬛里有没有？有。我再举个例子啊，说甄嬛有个好朋友，我一说这你可能看过甄嬛只知道啊，
安陵容。这安陵容呢，小县城上来的，选秀女的时候得罪夏中春，没有甄嬛给拦着呀，就出事了。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这件事要作罢也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他进的宫来，甄嬛对他呀，那真跟对自个儿亲妹妹似的，这么照顾那么照顾。安陵容对甄嬛也好，有点好东西舍不得自个儿用，都给甄嬛弄去。这俩人好的跟亲姐们似的。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这织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不可惜，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可是后来大伙儿也都是安陵容一个劲儿害甄嬛，又是让她流产呢，又是让她什么，反正就是俩人掰了。怎么掰了呢？跟皇后有关，就是蔡少芬演那个臣妾做不到那个。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跟他有关，说什么原因呢？这个华妃当时很刻薄，她想把安陵容叫来给我唱个曲儿，这是羞辱安陵容。甄嬛一看得护着自个儿好姐们，说这么的，我也跟你去，我给她弹琴，你给她唱曲儿，这不掉份儿。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正因夜深霜浓，玲容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难为婉贵人了，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是。小山重叠清明夜。可饶是如此呢，安陵容也恨华妃，说这华妃怎么这么刻薄呀？唱曲满意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小主回来之后，啪打听，华妃八字多少？咱弄俩小人儿，搁针我扎你。学奇门遁甲里头买死猫烂狗的办法，我祸害你，我咒你。华妃去死！哎，这么一天，皇后来了，她怎么来了？皇后在安陵容他们身边有眼线，说安陵容在那扎纸人呢。皇说：“我过去看看。”到那一看，哎呀，妹妹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有这事儿啊？这多亏是我来看着了，这有人告诉我，我过来看看来。你要是让华妃他们谁看着？这是属于犯上啊，死罪啊，就弄死你了。还有婉贵人，那你看这事呢？这多亏有人告诉我过来看看。安陵容也吓坏了，谁告诉您的？甄嬛呢？甄嬛跟我说的。皇后说完就走了。安陵容心里可恨上了，怎么说你这甄嬛怎么能把这事告诉皇后？你不害我呢吗？其实呢，咱们一琢磨这事就经不住推敲。那甄嬛要害他，告诉皇后干啥？告诉华妃就完了呗。华妃回过头，一丈红刺死，掉下来完事了，一了百了了。何必还告诉皇后呢？有人说这安陵容这智商，哎呀，这么点事都想不明白。你以为安陵容想不明白？她能想明白。她知道皇后说这东西不对，可是不对她也信。为啥？这就是对人性啊深入骨髓的了解。你以为安陵容心里头真就对甄嬛好吗？不排除好姐们，可是呢，只要有甄嬛在一天，安陵容没有出头之。那么要想她有出头之，非得扳倒甄嬛，可是她又不能对甄嬛差，人家拿我当亲妹妹，我害她，我道德上怎么办？我不成混蛋了吗？她有强烈的负罪感，所以她也想把甄嬛扒拉开，自己往上上，可是这手下不去，那我不缺了大德了吗？有人说这电视剧真能瞎编，这可不是瞎编。现实生活里这样事有的是，就找到一种理由来解脱。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吧，
谈恋爱，恩恩爱爱的啊，对象俩人逛商店。这女孩呢，看到有件衣服，哎呦，好几千，很贵，噌拿下往身披，你看我穿漂亮吗？这男孩啊，要不说有时候这实话实说呀，还怎么着，挺为难。这恋爱当中这男的很不利，你看我穿漂亮吗？这男孩要说挺漂亮，这女孩高兴了，回头就买单买了啊，一天没事。这男孩要说一般，这不适合你。这女孩啊，不适合吧，撂那儿了。接下来你看他那脾气大了，你这男孩怎么干都不对。哎，你要说他穿着挺漂亮，没准女孩说：“哎呀，漂亮，这么贵，算了，我觉得不合适。”他还挺大的。你要说不漂亮，坏了，他这一天这股邪火没地方发，你怎么都不对。说咱中午吃饭有病啊？早上10点吃饭，现在就吃啊？说咱回去吧，你出来干嘛来了？一会儿就回去。反正你怎么都不对，为什么呢？这衣服他喜不喜欢呢？他喜欢。拿起一比划呢，征求你意见，漂亮吗？他想买，可是他心里有负罪感，这么贵，我这一月才挣多少钱呢？你挣多少钱呢？你说就买，我这不成败家娘们了吗？又不是双11啊！他心里有负罪感，觉得贵。你要说好看，顺水推舟他买了，他就没这负罪感。你说不好看一般，他还想买，这股火可就发不出去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宣泄点。他想降低这种败家的道德负罪感，你没给他机会，完了，你说那他不拿你出气怎么着？你明白吗？他知道这东西对与不对，他无非是借坡下驴，你不给他台阶，气死了。他就想在你找一个减轻道德负罪感的机会和借口，所以这男孩没给他，他来借口。这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多了去了。离间计的2大特点。顺水推舟，你本来对这就有意见，投其所好，激发你心底恶的东西或者负面情绪。所以从《甄嬛传》里边，我们看离间计，我们应该想到大家应该怎么平和的看待事情的真相，怎么能够理智理性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我们这些年看电视剧的朋友啊，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这清宫戏越来越火。它为啥？它离我们近啊！你再往上，明朝啊、唐朝啊、汉朝远点清宫戏呢离我们比较近。那一开始这清宫戏呢，基本上差不多是正戏多。你比方说这个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男人戏。后来拍着拍着就有点变味了。2004年的时候呢，香港 TVB 有一个经典的清宫戏叫《金枝欲孽》。从这部戏以后，这清宫戏的主流就由男人戏转向了由历史正戏转向了宫斗戏。你看这个什么宫锁珠帘，什么步步惊心，这打着穿越剧的名头，其实都是宫斗那点事儿就后宫怎么争宠啊，你弄我，我弄你呀这些有事儿。那么到了这些年更是了，你像什么《甄嬛传》，这是个代表。就为什么说这宫斗戏这么兴盛呢？老百姓爱看，为啥爱看呢？一个是宫斗戏里有八卦，你琢磨琢磨，皇上今儿宠他，明儿宠他，这跟这个好，跟那好。很多人好奇，这花儿还喜欢吗？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怎么回事啊？多有意思啊！他说要孩子怎么没动静呢？大家喜欢这八卦。第二个更重要，就你看着是宫斗戏，它不是张家长李家短泼妇骂街，它这里头有计谋，尤其有兵家的一些谋略。怎么瞒天过海，怎么围魏救赵，怎么上屋抽梯，怎么李代桃僵，怎么借刀杀人，它有些道道。尤其你看《甄嬛传》里边，这个甄嬛把一众情敌打倒，把一些敌人扳倒，互相你争我斗，算计心眼儿的时候，往往兵法谋略这36计用的特别多。龙胎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臣妾实在害怕，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放肆！本宫是6宫之主，你放手！你甚至有的时候，有的观众朋友喜欢这个的，能看这段故事，对36计的某一计呼之欲出，说这段他用的什么计。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呢看《甄嬛传》这类剧宫斗剧的一个兴趣所在，甚至把这个呢跟商场营销职场升迁都能挂钩。所以咱们今天呢给大伙说说《甄嬛传》里头用的挺明显的一计，用的也挺好，什么苦肉计，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
为了做刺客，居然会有人杀妻灭子。周瑜打黄盖，苦肉计成功的秘籍究竟是什么？作为古人最喜欢的计谋之一，它在现代社会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就容易中苦肉计。咱们一说苦肉计啊，很多人想，那无非就是装可怜，当然不全是装啊，他也得真付出，真受苦，玩点真可怜。说这个一可怜，别人就同情你，一同情你就达到了自己上去把别人弄下的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呢？苦肉计啊，确实能激发你的同情心，但可有一样，苦肉计的成功和同情心没有直接关系，同情心就是个手段。苦肉计激发的是什么？除了同情心以外，最关键的是激发中计那个人的自私的心理。走开！娘娘，您都已经在这跪了3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消气。皇上若不消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就他要不自私大公无私，恐怕你这苦肉计想实现也难。有人说你说这我没明白，我举个例子，苦肉计最经典的是啥？咱基本都知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周瑜打黄盖，周瑜为什么打黄盖？跟曹操隔江对峙，没有破敌之良策，想到用火攻，可非得有一个内奸能够打入敌人内部才行。所以这个时候让谁去诈降呢？他没这个人。最后黄盖黄老将军站出来了，说我愿意干这个事，跟周瑜商量好了。结果第二天升帐的时候，周瑜就说那曹操势大，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曹操率100万之众，连营200多里，非一日可破。这样，我给各营啊发3个月粮草，咱们坚守不出。先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分发至各营中，准备持久战。曹孟德带80万大军，但是来到江南此地不惜水战，恐怕时间长挺不住，他得回去，水土不服。黄盖站出来，都督啊，您这就不对了。我黄盖随着先主打江东6郡81州，出生入死啊，从来没听说过在哪个地方龟缩3个月闭门不出的。我看你呀，甭跟曹操打仗，你干脆投降得了。周瑜，你本是无能之辈，却善用狂傲自大来欺世盗名，我担心江东6郡要断送在你手里。周瑜一听就来气了，他说我主孙权说过，这个孙刘两家联合抗曹，若有我方兵丁有一个人敢说一个降字，定斩不饶。如再敢胡言乱语，军法不容。黄老将军，你乃江东30老臣，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投降2字呢？黄盖就乐了，说我随先主打仗的时候，你这黄口小儿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呢。我随上将军打天下时，哪有你呀？口出不逊，周瑜就急了。当然这俩人做好了扣，给我打！开始要推出去斩，众人求情，拽回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100军棍，痛打100军仗，啪啪一棍一棍打得黄盖老将军血肉横飞。周瑜，你个混蛋，老子死了也不服你，不服你！最后鲁肃是希望诸葛亮给说2句，诸葛亮纹丝不动，他看透了这苦肉计，人不吱声。周瑜打黄盖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大都督的苦肉计。最后鲁肃趴到黄老将军身上，要打你打死我吧。周瑜一看借坡下驴，行了，打倒了，就这么一个场面。黄盖呢打的基本上卧床不起了。那么说这个苦肉计做给谁看呢？说曹操离着长江在那边呢，看不着，给谁看呢？因为中军保障里头有2位曹操派过来的诈降的人，叫蔡中、蔡和，这哥俩。蔡中、蔡和呢是蔡瑁的弟弟，这不当时曹操中计了吗？蒋干、蒋子义啊，这是利用全运会，这是蒋干盗书回去了，是假的信。曹操一看急了，说蔡瑁你这要里通外合给杀了。丞相，这是奸计啊！丞相，这不利用这事儿，他派蔡中、蔡和来诈降，说曹操把我们哥哥杀了，诈降。莫非无辜杀我兄长啊，大都督！荆襄9部无不切齿痛恨，我兄弟特来投奔大都督。他在帐中做苦肉计，主要做给他俩看。这俩人一看，哟呵，把黄盖打成这样，这老头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琢磨事啊。我们过到这儿诈降，一件功没立呢，
要把王盖说动了，这好办，这事不就成了吗？我们就立功了吗？他们有自私之心，想利用这事立功，那么把这信传给曹操。曹操真同情黄盖吗？黄盖远日无交啊，近日无亲，怎么能够同情黄盖？打死你都不多，我管那个。为什么呢？这事他起了自私心了，起了私心了。为啥？黄盖这一挨打就要向我投降，向我投降，我白得一员大将不说呀，他能当内应啊，这破周郎小儿指日可待啊。所以曹操这时候有私心，八战起时，一起来降。所以这时候蔡中、蔡和带过气儿回来，砍则砍得润，隔江下诈降书，曹操才上这个当。就说苦肉计想成功，不是激起你同情心，你说曹操能同情黄盖吗？关键激起他私心来了，这事儿对我有用，他才直接上当。他又没有这私心，你比方两半人看，最多就是打了也就打了，这周瑜挺狠，黄盖不识时务，他不会有别的举动。所以苦肉计最关键的是挑动人的私心。那么私心指什么呢？有两部分，一个是呢怕自个儿吃亏，一个是我想占点便宜。咱们就拿《甄嬛传》说吧，这个《甄嬛传》里头，甄嬛使苦肉计能成功，关键是挑动了皇上的私心。就陈建斌演这雍正，什么事呢？咱们都知道，一开始这里头啊，宫斗矛盾最激烈的集中在哪儿呢？沈眉庄和甄嬛是一伙儿，华妃是一伙儿。这华妃挺坏，她一开始呢，害着沈眉庄，让太监呢把沈眉庄都推到锦鲤池里头，差点没淹死。回头呢，又联合太医诬陷这个沈眉庄是假怀孕。沈贵人他没有抬下，弄得皇上跟沈眉庄就等于几乎都快掰了。贵人沈氏幽禁弦乐阁，回头他又让甄嬛呢在怀孕时候跪那儿，造成流产，所以他一下子呢狠狠的伤害了沈眉庄和甄嬛。所以这俩人呢恨他不死，俩人没事在屋里捣鼓，咱怎么办？咱们把华妃弄死。所以这是开始宫斗剧里头的最激烈冲突。后来呢，这机会来了，为啥？华妃为什么在宫里头横行霸道呢？因为人哥哥呀是当朝大将军年羹尧。大将军请坐。熟知历史都知道，年羹尧很了不起个人。可是后来年羹尧飞扬跋扈，也不再拿雍正当回事儿，最后失宠了，雍正对他处以极刑，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照理说，这哥哥这么大靠山死了，这妹妹也就完了。所以这甄嬛和沈眉庄以为，那他哥哥都倒了，他还能好得了吗？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这雍正挺念旧情，说这华妃呀，不是说我当皇帝了才跟我原来是那个雍亲王的时候，是王爷的时候，人就跟我，所以我得念旧情。虽然他哥哥犯罪了，你跟他关系也不大，就这么的呢，就把这华妃呢降为答应。咱都知道，大清皇宫里头，皇后、皇贵妃、贵妃，往下有妃、有嫔、有答应、常在、贵人等等。这答应、常在是后两等，就给降了级了。就皇上没有把他打入冷宫或把他处死。所以这时候说白了，沈眉庄和甄嬛老不愿意了，觉得这结果不好。其实他俩有心把这华妃弄死，结果华妃也恨他俩，说我都落魄到这样，他俩也必有害我之心，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弄他俩吧。这才来个火烧碎玉轩。但这个事儿之前，沈眉庄和甄嬛知道了，知道说这怎么办呢？甄嬛就给出主意，咱呐装不知道，就让他点火，做出苦肉计给皇上看。你看看他要害死我们俩，说他着火就着，咱俩躲着就行。沈眉庄还不干，不行妹妹，怎么不行？不能光烧了房子，我非得让他烧我，皇上才能动心。结果沈眉庄使苦肉计，知道吧？把这身上烧出一块疤来，完到这雍正那哭去，你看看这什么样的房子烧没不说，我这都要烧死我，多亏我们俩机灵跑了，要不然这小命搭里头。这时候雍正可气坏了，这才把这个华妃打入冷宫，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回朕。说这计为什么能成功呢？他为什么说烧房子不说，还得烧自个儿？他目的就是直击雍正皇帝的心。人都有私心，都怕吃亏，都怕危险。雍正这时候就琢磨了，你说他胆大到什么程度，居然敢在皇宫里纵火烧朕的爱妃。是他对沈眉庄那时候雍正没多少感觉，俩人还没和好呢，可甄嬛是他心尖啊。
啊，他俩这么近，你能烧他，你还恨甄嬛，你也能烧甄嬛。有朝一日你把甄嬛烧死了，哎呀，真的心尖儿啊！你敢这么干？幸好奴才们发现的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一下触动了他最心爱的人。再一个，他一想后怕呀，我把你哥哥弄死了，你这有报复心呢。你能烧沈眉庄，就能烧甄嬛；你能烧甄嬛，你就能烧我呀。你离我这么近，哪天你把我弄死怎么办呢？为了报仇。所以这时候皇上感同身受了，这把火不是烧沈眉庄，看到沈眉庄身上这疤，再看着漫天大火，你分明是要烧朕的爱妃，恨无及无，你得烧朕。所以这个时候才下决心，拉倒吧，你靠边站吧，给你弄死得了。皇上，你害得侍郎好苦啊！所以这个沈眉庄和甄嬛联手这苦肉计非常狠，他为什么能成功啊？就动了这个雍正的心思了，怕吃亏，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弄到我身上了。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所以这一计用的很成功。他不是为了激起雍正同情心，而是激起雍正的私心，连夜审问肃洗。所以这苦肉计使得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说头一个，怕吃亏。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就容易做苦肉计。怎么贪便宜？这个咱就是不说电视剧了，咱说中国历史上一段真事儿。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春秋五霸，有人说知道什么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怎么的，还有一种说法加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这吴王阖闾是吴国的国王，他怎么上的台呢？咱们今天说这苦肉计跟他有关。这个吴王啊，阖闾他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把皇位啊传给的是吴王阖闾他爸。哎，他爸爸是老大，他爸爸下台死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位置传给儿子，而传给自个儿弟弟了，就传给吴王阖闾他二叔。那时候吴王阖闾叫什么？叫公子光，就公子光他二叔，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去。结果他二哥死了呢，传给老三，叫公子光他三叔。他三叔死的时候，照理说位置传给老四，他四叔吧，他四叔别，我干不了，你别给我接不了。就这么的呢，他三叔就把这国王位置传给自个儿儿子了，公子光的一个哥哥。虽然你看他是老大的儿子，他老三儿子，但比他大。他这哥哥叫吴王僚。这个时候公子光就不愿意了，说你看我爸爸死了，把位给我二叔，二叔死给三叔，三叔死给四叔，四叔不干，往下没兄弟了，那咋办？那应该转过头来给我才对呀，回到我们家这儿，你怎么能给自个儿子呢？公子光老大不愿意，就想什么呢？我把我这哥哥吴王僚啊弄死，我把他赐死我即位。所以这才历史上有名一段专诸刺王僚，就是说公子光呢听信了伍子胥的话，伍子胥是他谋士，说有个壮士叫专诸，对母亲孝顺不得了，但家里穷，如果你答应把他母亲颐养天年，好吃好喝，专诸就给你卖力气。所以把专诸呢假冒成厨子，然后请吴王僚来吃饭。吴王僚也防着呢，就是身边的人所有都搜身，什么兵刃都不能带。结果没想到呢，人厨子往上上鱼啊，这正常啊，把鱼端上来浇汁儿，鱼肚子里藏了一把匕首。完了专诸浇汁之后，从鱼肚里把剑拿出来，啪，把吴王僚刺了。然后公子光继位，历史上的吴王阖闾，春秋五霸。说这跟苦肉计有关系吗？有关系。这吴王阖闾继位之后啊，他有个心腹大患，就是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公子庆忌。这个公子庆忌呢，孔武有力，大力士，武功还高。这时候在外地带兵，这时候公子光上位成吴王阖闾，最担心的就是自个儿哥哥他儿子，自己这侄子这么厉害，回来要发杀父之仇怎么办？所以他得琢磨，我想派个人啊，把这庆忌弄死。这时候呢，有一位壮士，毛遂自荐，说我呀叫药离。这药离说，大王，我愿干这个事儿。他说你干不成啊，你有这心没用啊。说能干成，有一样，我要求大王呢，把我媳妇孩子都杀了，把我一个胳膊砍下去。这个庆忌是个爱才之人，他也知道我药离是个勇士死士，你这样对我，庆忌必然相信这药离啊，为了报这个妻儿之仇，肯定得投奔我，他才能信任我，投奔庆忌。庆忌一看，马上就信了。结果有一天，药离陪着庆忌在湖面上划船，
赶上大风一起，庆忌站在船头，风一吹晃了晃荡，这时候药离拔出匕首，一下子把庆忌刺死，然后他自己也抹脖子自杀。你听挺惨段故事，但你得总结为什么药离这苦肉计能成功。你说是庆忌同情药离吗？不是，而是庆忌想啊，这药离乃一员猛将，在我手里他对这个公子光那边吴王阖闾的情况了解，什么时候我报杀父之仇是得力的助手啊，所以他呀贪这便宜，觉得我白得一员大将，得了这么机会。你们想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个粘豆包，这事儿很少有，这等于，所以他等于利令智昏，被这点便宜冲昏头脑，才上了苦肉计的当。所以我说这个苦肉计啊，那不光说《甄嬛传》里头用，古往今来用这个的多了。大家记住一点，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怕吃亏的心理，就容易做苦肉计。苦肉计的核心是你的私心，你有私心，你贪便宜。他就像我们在街上经常是，尤其有女同志，女孩最愿意上这当，什么东西卖的便宜了，再说的挺可怜，哎呦真可怜呐，咱支持支持吧。其实你贪那便宜，你不是大街上经常有小门市房啊，这个回来甩卖亏本了，一件就卖30，最后3天，你过了1年再去看，最后3天，再过1年，最后3天啊，这时间在这儿是停止了，这是很多人就上这当。所以我说我们现代社会里很多人利用苦肉计来营销，来骗你，你千万要把住这根弦。还是那句话，没有私心你就不会上苦肉计之当。所以说你心里头什么事情恒定，对事情有个明晰的判断标准，你才不会被别人忽悠。甭管他苦肉计啊、美人计啊、什么36计，就关键还在你自己的定力有多强。成都炮桐树中学给初一的学生开了一门戏剧选修课，这个选修课的主要内容啊，取材于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学校呢是把这个戏剧选修课上线，结果2秒钟以内就被学生给抢光了，因为他规定有限的人数可以选这门课。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担心，一类人担心呢，说是这个《甄嬛传》是野史，这会不会给学生的历史认知啊带来混乱？还有一种人担心什么呢？说《甄嬛传》这是反映尔虞我诈的宫斗戏，里面呢有很多负能量的东西，这会不会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甄嬛传》到底适不适合进入戏剧选修课。可能这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觉得是老生常谈，因为从2012年《甄嬛传》热播到现在啊，这个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觉得呢，《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呢，它反映的是后宫之间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说这甄嬛呢必须得比别人更坏，她才能够上位，就说女人不狠，这个位置不稳。所以有很多人搁这个呢，说就如同那个古代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一样啊，就是在职场当中你要怎么混怎么弄。说皇上呢就好比是这总裁啊，这皇后呢好像就是执行董事啊，如何如何。说某个妃子就是总监，有人跟现代职场联系，有人认为这里头呢充满着负能量。说这个《甄嬛传》呢，你跟这个韩国的大长今一比，你就发现人家那个正能量多，咱这有不少负能量。就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争论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这一次呢，《甄嬛传》呢进入到了给初一学生上的戏剧选修课，有记者就很好奇过去采访，发现这个学生在这儿呢演着《甄嬛传》情节，皇上往那一站啊，既然这个血液相融，那你这不是朕的骨肉，那你这是有事拉出去斩了啊！这些别的学生又有演珍妃的，演什么的，反正在那跪着，就复原电视剧的场面。这记者看完也挺担心，说你看又下跪又主着奴才，这把过去那一套拿回来，对学生的心灵会不会有些扭曲的影响呢？其实这种事儿啊，无独有偶，就是在《甄嬛传》热播之后，在2013年呢，这个电视剧呢进入到了海峡对岸，就到了中国台湾。那么在台湾当时也热播，收视率非常高。后宫《甄嬛传》在台湾掀起一股热潮，让观众是欲罢不能。内容就很精彩啊，演员都很漂亮，斗来斗去的那个剧情啊，每一个人演戏都演得非常的好。当时台湾台中市中学呢，就把这个《还珠格格》《甄嬛传》呢这样大陆拍摄的这些这个清宫戏，当做这个暑假作业的一个题目。
结果有家长就说这有什么可研究的？这都是野史，跟真实历史一点不一样。还有的学生呢，因为呢看了这个《甄嬛传》，学了里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方说那个侍女叫浣碧，说是哎呀，这个我为了在宫里能站住脚，我得有利用价值，我得先被别人利用，然后我才能利用人。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有家长一听，小小年纪学这些乌七八糟的，甚至老师呢让学生用不但也能造句，有的学生怎么造句呢？不但能弄死他腹中胎儿，也能获得皇上恩宠。这明显是《甄嬛传》里台词吗？所以在海峡对岸台湾那边也同样出现过呢，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啊，对于这个学校里头出现《甄嬛传》这样又很反感。那么我们说，是不是《甄嬛传》这种似是而非的有一些负能量的反应尔虞我诈的东西，就一定不能进入戏剧选修课？我认为这不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辩证看问题的眼光。为什么呢？我们说《甄嬛传》首先来说是野史不假，那可是有哪一部电视剧是纯粹的正史呢？从雍正王朝到后宫《甄嬛传》，雍正皇帝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上真实四爷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成为现代编剧们笔下的新宠？热播影视剧的大胆细说又给教育带来哪些反思和影响？什么才是教育该秉承的态度？选修课里现甄嬛正在播出。我们看说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很多人都认为你看人这才是正经电视剧，可是他这里头也有很多地方是改编的、夸张的，跟历史史实完全不符的。电视剧是个艺术作品，它是允许有虚构的，它只不过借那个历史时代来向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戏对雍正就不公平，把雍正写的整天就琢磨酒色这些事儿天天在后宫呢充当一个这个居委会大妈角色这儿按倒葫芦起了瓢，调解这个调解那个。历史上雍正根本就没心思搞这个，为什么？他没进宫之前，没当皇上之前，他九子夺嫡，他天天琢磨怎么能够得皇位，精力都用到这上了。你等当了皇帝之后呢，康熙年间你看着说康熙盛世，但是东南西北打仗，又平三藩，又收台湾，又打噶尔丹的，国库基本空虚了。实际上雍正在这时候在财务上讲接了一个烂摊子，他非得好好治理天下不可。所以后半截时间呢，忙着治理天下，他根本没有时间在酒色上下多大功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宫题材被频频搬上大银幕或小荧屏。在可统计的54部清宫戏中，故事背景设置在康熙、雍正年间的戏共有30部，占比达 56%。 根据史料记载，历史的雍正是一位十分勤政的皇帝，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传承人，可以说雍正皇帝功不可没。他在位期间不寻衅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休。他一个月里只有10天的时间去后宫，因此雍正嫔妃少，子嗣更少。公元1735年，雍正13年阴历8月22日深夜，雍正皇帝暴卒，年仅58岁。所以这雍正呢，你这么写他，这是绝对的野史。而且雍正这个人比较狠，你看他行事作风果断狠辣。你记住，凡是铁石心肠的人，没有几个好色的。凡是天天呢这个威轰以翠的这些人呢，往往心肠比较软，不是那么做事果断的人。所以这是真实的历史史实。我想，如果老师按照《甄嬛传》这个对比着讲这段大清的历史，学生能不爱听吗？他立竿见影的能产生类比效应。所以我说，你要这么讲的话，让他进入选修课，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是对学生更好的教育吗？而且我就觉得说，学生没有辨别是非能力，说小小年纪看了就以为雍正天天这个耽于酒色，后宫就这么乱七八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毕竟你老师在教这个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按照正史和野史对比的方式，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是虚构。真正的历史进入课本之后，有时候很枯燥，学生学的时候没有兴趣。我用《甄嬛传》你不都看了，感兴趣吗？我拿这个对比，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反过来，和这野史不一样的正史，它相应一下就记住了。这是非常好的类比教学方法。为什么不用呢？就像
现在有的老师把课本上枯燥的东西呢，和我们现实当中发生的事联系到一块儿，学生一下就记住了，这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呀。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甄嬛传》里头，大伙儿一看这什么清嫔、婉嫔呐、锦汐姑姑、曹贵人呐，又这个甄嬛呢，哎，这皇上后宫都这么漂亮，都大美女。那么老师就可以告诉他，我们现在拿几张照片你看看，清廷后宫是不是都大美女？不仅不都是大美女，大多数姿色平庸。为什么呢？选妃子啊，选皇后啊，长相是次要的。当然你不能太难看，别人看了难受也不行。他为什么呢？皇后有4个字叫母仪天下，你这个品德、端庄大方、礼仪，包括出身非常重要。出身从哪儿来呢？他这个后宫妃子里头啊，大多数是满族人，还有一部分是蒙古族人。因为那个时候呢，实行严格的这个民族隔离制度，满汉不通婚，所以每年的旗人，这有满八旗、蒙八旗，旗人的这个秀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女孩必须进宫选秀。汉人的女孩想进宫千难万难，旗人的女孩想逃避选秀也千难万难。所以选来的时候呢，非常讲究她的门第，什么样人才能给皇上当妃子，什么样才能门当户对配上皇后，一定要选择仁慈的人作为领班人。你想，她作为这个皇子的大老婆，仁慈是关键。这个《甄嬛传》里面说的那个皇后那样，拉帮结派，手段阴狠，那还得了吗？所以我们看呢，清廷后宫里头那些现在留的照片，你看那皇后妃子并不漂亮，并不好看。所以说，这绝不是电视剧里写的后宫都如花似玉，皇上看谁好看就给弄进宫里来。而这个电视剧里头呢，明显是野史。你像甄嬛呢，什么安陵容啊，什么这个朱修仪啊，这些名字明显是汉姓，是汉人女子，在那个时候是进不了宫的。所以你要把这个《甄嬛传》里这事儿跟真实历史对比，学生不一下就记住了吗？当时满清时期后宫是怎么回事？再另外一个呢，那个后宫不是那么乱七八糟的。尔虞我诈，我给你下药，你害我，我害你，那样的话不乱套了吗？后宫整个秩序是由皇后控制的，皇后掌握着后宫的大权，这个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就皇后让你咋地咋地，你还敢去底下尔虞我诈，你争我斗，那还讲不讲规矩了？而且皇上哪天晚上宠幸哪个妃子，哪个妃子侍寝，这是皇后给定，皇后圈定。比方这7、8个人，然后太监拿去，皇上再翻牌子。而且太监呢，怕这个刺客来刺杀皇上，借着这个妃子的名义，都把妃子洗漱完毕了之后呢，搁被褥卷一卷，太监给扛过来，而且搁到皇上屋不能待超过一定时间，因为每天早上4点皇上得早朝。而且这个大太监管这个事儿，为啥？他天天得记录，他跟着勤。这个太监谁管呢？敬事房大太监。他为什么要记这事儿呢？今天皇上宠幸哪个妃子了，那回头咱得知道哪个妃子怀孕，怀的是皇上龙种。那万一这妃子没记录下来，她怀孕了，那不坏了吗？所以这后宫管理是特别严格的。所以这些事儿呢，你要给学生讲清楚的话，学生能立竿见影的感觉到正史是怎么回事，野史是怎么回事，戏说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咱不光是讲历史啊，那这里头一看这剧里边，你说又把哪个妃子弄得流产了，又怎么害她，又借刀杀人，又如何利用她，多险呐！与人不狠，地位不稳，我得比你更坏，我才能上位。这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倒觉得这么想啊，未免太片面的理解教育。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善就有恶，而且这个恶呢，虽然孔夫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但荀子也讲人性本恶，就人是善恶并存的。这个恶在人成长时候有时候冒出来，由于恶往往跟七情六欲结合的紧，往往跟物质利益结合的紧。有时候恶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对于白纸一张的孩子有分外的诱惑力，因为这孩子本身，他要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东西，见着钱或者说情窦初开的时候见着异性，他有本能的好感。所以恶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对懵懂的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那么人怎么去产生这种免疫力？我必须首先了解恶，知道恶对人的害处，这样它会产生一种类比。老师教育的时候说，你看这种丑恶虽然能给人带来一时利益，但长久下来如何如何。如果我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处理，你看结果会如何如何。我们人应该有尊严，应该有自我约束，应该从内心的修养来考量自身。这样一种对比，学生才能知道为啥你不知恶怎知善呢？
不知道去除自己心里的恶，怎么能够树立自己心里的善呢？就那首歌嘛，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女人是老虎，遇上个千万要躲开。结果小和尚下山不这么回事的感觉，就是你不让他先了解情欲是怎么回事，你很难让他真正树立起一种，就是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说《甄嬛传》里边这些尔虞我诈这种负能量的东西，只要让学生相对应的与正能量的东西、与光明正大的东西一对比，然后树立学生在这方面的一种信心，说这是应该一个文明人该有的尊严、该有的认知。所以我说，让他了解《甄嬛传》里这些人心的险恶没有坏处，关键是老师从哪个角度教育他，关键是用什么标准来教育学生，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你把《甄嬛传》说批评它不该进入选修课，一部《甄嬛传》没有那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你要说它有这破坏作用，那正像蔡少芬演的皇后在《甄嬛传》里的一句台词一样，臣妾做不到啊。